比特币要突破新高了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发现呢，现在比特币的价格已经来到了$45,000，又重回了45,000之上了。那我们可以发现呢，目前我们比特币多单的利润啊，已经来到了2.6颗比特币，也就是将近370万台币的利润。那当然，以太坊还有山寨币的利润呢，其实已经很薄了，但是比特币呢，却走出了非常不可思议的利润。那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你可以直接提币走的。那 Bybit 现在你只要质押，你可以获得100%的 APY， 当然是有限额的，它是有限额的。好，那我们来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我们可以发现呢，从周线上啊，如果我们观察在周线上的低点呢，其实庄家他往往利用假消息去制造这些行情的低点。我们可以稍微复盘一下，我们在过去这1年以来所创出来的几乎所有低点呢，它都是有消息配合的。所以庄家他习惯的伎俩呢，就是透过消息来把盘面呢推到一个不可思议的价位，或者是说这种插针的价位呢，如果没有消息面的推波助澜，它是很难以达到的。像我们在这轮熊市的最底部呢，15500的位置，它就是由于 FTX 交易所崩溃的事件导致呢，所以我们才能有这么低的价位。那大家还记得我们插的这根针，我们是因为什么事件吗？当时庄家是放出了什么消息，然后借着这个消息造成市场的恐慌，才让市场的价格呢出现一个这么离公允价值这么偏差这么多的一个价格出现啊，让大家出现这种很不理性的行为去抛售呢？因为当时呢就是矽谷银行倒闭了。等一下哦，那大家也可以去对一下这个时间点哦，就是这个矽谷银行，然后还有一些针对加密货币友善的银行。那基本上这两个低点呢都是由于事件。那大家还记得这里下跌是因为什么吗？而且大家可以发现，我们这几次下跌它都是跌得又快又急，而且很快就收回去了。这个其实都是事件啊对于盘面的影响的特征。那其实我们在这里下跌就是币安啊，就是美国它开始调查币安，也为之后呢币安受罚埋下了一个未爆弹。那当然这个未爆弹现在已经清楚了，没问题的，因为它已经罚钱了，接受罚款了。但是呢，我们现在这1年以来的低点呢，都是由于事件推波助澜的影响。那如果我们有上帝视角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我们在出现这种利空消息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入场时机，而不是出场时机啊，不然就被庄家玩弄了。通常我们在顶部的时候呢，会有最多的利多；通常我们在底部的时候，适合入场、适合抄底的时候呢，会有最多的利空。那这就是我们当前所出现的情况啊。而且呢，我们在日线上啊，它在不同级别呢，也用不同等级的消息啊，来为盘面推波助澜。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现在呢出现了2个三角，这2个三角呢，它很特别哦，因为啊，我们在最后的这一波跌，其实它都有消息的推波助澜。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这里下跌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最好的入场价位了。而且当时呢，它是有什么消息去推波助澜的？就是币安受罚。受罚，那币安受罚下跌，那这没问题，但是它也是我们近期啊最好的一个入场点位。其实我们当时的长尾呢，我自己就是在36,000的时候入场的，36,000没问题啊，完全没问题，就在这个最低点啊，35,000多的位置。那当然往上还有一点加长，所以就导致了我们的均价呢是在36,000多的这个均价。那现在也是拿到了将近有$8,000多的利润，$8,000多的涨幅哦。那其实我们在这里往下插的这根针呢，它是由于什么事件呢？我相信大家也都还记忆犹新，就是 ETF 它有可能不过，可能不过。那当然它也是有一些消息啊，比如说有一些专家出来说有可能不过啊，等等的。但不管，它现在价格已经拉回去了。那其实我们由于这些事件啊，这些消息而导致盘面的下跌呢，来清洗掉筹码。来把盘面净空，这就是庄家他惯用的技巧。无论从周线、从日线都是如此的。那当然配合的强度也是不一样。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即将迎来我们这个三角的突破，而且剩余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必须做出选择，必须突破。那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它已经缓缓的往上走了，我认为只要呢我们能实体啊收在这个白色线上方的话，那么它就是真突破了。
那我们就会开启我们下一步的多头。而且多头呢，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影片当中有强调过，对于多头来说呢，越快上涨绝对是越好的，越快突破绝对是越好的，在这里折腾越久绝对是越不好的。所以我们当时有谈到说话要快，而且呢，我们在暴跌那天的时候呢 ，ETF 被拒暴跌啊，哇，当天非常多人观看这部影片，有1.8万人观看过。那当时我们就有谈到，其实对于比特币最好的情况呢，对于多头最好的情况就是下跌之后直接拉上去，因为清洗完杠杆了，我们可以拉上去了，没问题了。那其实跟我们之前出现的情况，其实也是非常的雷同。那尤其呢，我们再把这个级别啊再缩小一点点，我们缩到4小时级别，我们可以发现呢，现在比特币它正在往上做突破，而且呢，它已经把我们这段下跌的起跌点在4万5的位置，我们已经给突破掉了，已经给超越了，也就是我们这段的下跌呢，它就是可以宣告它的阶段性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它绝对不是一段空头走势，要不然我们短期内呢价位没办法回到4万5的，我们的起跌点也不过在4万5而已啊，我们现在就回到4万5了，这肯定很不合理啊。那现在其实遇到阻力会走得比较慢，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在白色区域呢，白色框框它有套牢盘的，但这个套牢盘它所花费的时间累积的量能不多，所以我相信我们只要一定时间的震荡、一定时间的调整过后呢，我们就可以突破了。只要我们能坚守在$44,000的上方啊，那我们要突破并且产生前高呢，就肯定不是难事，只要我们在44200上方能稳住，就不是难事。那现在盘面呢，它慢慢的往上走了，正准备开启我们下一段的涨幅。那这个很值得大家期待，也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对，我们必须把握这波行情，必须吃着这波利润，才能为我们未来牛市的行情呢有更多的基础，更多抄底的基础。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们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